嗨，大家好，欢迎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来组 H1 这个机壳。那先说这是旧的版本，现在 V2 出来了，旧版的二手也比较便宜。先剪一个给大家看一下，来介绍这一款颇具代表性的垂直 ITS 准系统。但旧版比新版稍微小了一点，它从 19.6 的正方形变成 18.7 公分。体积从 15.6 升变成 13.6 升，跨过了15升这个门槛，体感上就觉得小了很多。想当初这种小机壳是以 S1 与 Dan A4 这种10公升内的机壳作为代表，现在15升以下似乎就可以被称为迷你小机壳了。毕竟旧版只支援到 2.5 槽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有手上这张公版卡，现今的非公3080与6800的选择真的是蛮绑手绑脚的。那我们先来进入开箱环节，打开本体用泡棉包裹，面板有警示标签提醒你开板的顺序，这可能比 logo 还要起眼。板筋有个箭头洞来说明螺丝在哪。前面板有一个 USB 与 Type C， 还有音源孔。新版是增加到2个 USB-A。H1 因为它的主机板是 I/O 朝下的，插拔不是很方便。我想会买 H1 的人多少是看上了那美如画的出现。如果你今天买 I/O 朝上的板子，那它后面的线材注定就会跟绑马尾一样。那 H1 它标榜了650瓦的电源与140水冷，硬碟槽有挡线的面板。拆下前后面板后，铁件就可以上下抽出。这个铁片软 Q 的，记得不要压到或是边角撞到掉漆。H1 还搭配了磁吸式的滤网，反面贴合也是可以吸上去的。当然，旧版 H1 最有名的就是延长线短路烧起来的问题，在新版已经加强了绝缘。但因为我这个还是旧的版本，你可以选择不锁螺丝，或者是购买尼龙螺丝。反正因为这是直立显卡，其实靠着挡板那2颗螺丝固定也是不会倒的。H1 有2颗 2.5 寸硬碟安装，同时有免工具的设计。因为主电脑组得太快，我觉得很空虚，我一共试了3张主机板。有一些高阶主机板的 M.2 它是直立的设计，就会撞到这个水冷。如果你喜欢发光记忆体，那 H1 系列显然不适合你。上机过后，我发现水泵怪怪的，温度也有问题。原本想要直接退货，但卖家退了好多钱给我。考虑到这价格算一算，还是比很多光壳的 ITS 机壳还要便宜，我就干脆改成了气能配置，顺便把650瓦电源换成手上的 SF750。那混战了整整半天后，这边只分享成果，过程蛮狼狈的。基本上 H1 它所有你有整线的地方都要重新再来，而且几乎要把 H1 拆掉，只剩下4根直立的柱子。SF750 很明显的，它在 AC 延长线的部分有弯折到，有保固的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子搞。毕竟如果你买了 H1 却把水冷跟电源供应器都拆掉，就好像吃麦当劳把薯条丢掉，吃摩斯把红茶倒掉。不过改装后的 H1 它在 CPU 限高区竟然有100 mini。可以让你的 L12 再加一颗风扇，提供了相当多变的空冷解决方案。至于我这个风冷是要吸风还是抽风，就比较吊诡了。旧版 H1 是预设正压差吸风，新版却变成了负压差的排风设计。之前在 V11 的测试中也测过，如果我走负压的话 ，CPU 会吸满所有显示卡的热风 ，SSD 也会跟着沉浸于显示卡的废热。换来就只是显卡凉了一点点。在实际测试的部分，这边一样把老朋友 10700K 跟 680ST 来拿出来，是用 L12 再搭配 Thermalright 14公分的风扇做加强。主机板是用我之前剪辑机用的主机板，它的 PL1 大概是125瓦。显示卡直接用原厂软体全预设的设定，双烤半小时 Pride 5加 Fieldmark。在正压差的组别 ，CPU 的温度是81度 ，GPU 是91度，热点温度为103度。负压差 CPU 是95 ，GPU 是84，热点为99度。可以看到 GPU 大概凉了5度上下，不过换来的是 SSD 跟 CPU 高了快15度。为了验证这样的架构有没有热管干烧的问题，就算公版用均热板，我还是躺下来测试一下，其温度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实际半小时的游戏记录最高温度。正压差的部分 CPU 是77 ，GPU 是87。负压差的部分 CPU 是81 ，GPU 是86。那在游戏中的 TJ 温度温差高了20度的这件事情，我后来用烧机软体做一个确认的动作。
在关闭反锯齿仪较低的解析度下，它的 TJ 温度会更加的高。那为了确保这一次的烧机与游戏的温度差别与重现性，我其实做了更多组的测试。深感当今的自媒体其实很难公布那么多的测试细节与软体设定。其实我只要简单改一下主机板的 BIOS 设定，我一不小心温度就会测太高。尤其是这一种极限的双烤设定，更别说还有类似像3090 钛这种东西。就算我今天不跟你扯所谓的 TJ 热点温度，680ST 都快要90度了，那更高阶怎么办呢？若真要说正压差与负压差两者最大的差别，大概就是我影片中这个显卡侧的位置，在正压差的时候，你可以感受到一股热风排出，而负压差的时候，这股热风却消失了，估计大概是被 CPU 内侧给抽风抽走了。接下来是噪音测试的部分，我的噪音计的距离与主机大约是45公分左右。连窗外的鸟叫声都听得到。那我另外还多测了一个单风扇的版本，那它的噪音表现如下，大概低了快5分贝左右。至于温度表现，因为气温当天差了快4度，我这边就不放了。但总结 H1 作为2020年早期的垂直机壳代表，直立式的布局在越来越大的 ITS 视况下，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现象。毕竟这个是节省桌面空间最直接的方案。之前预测2030年电脑也提过，半导体的速度其实早就赶不上萤幕与网络其他的硬体发展，用功率来换性能的这个状况会继续下去。至于在准系统的方面，全球疫情与通膨危机，看来运费已经不会降低到2019年的水准。对于又大又重的机壳来说，多塞电源与水冷，它的体积还是相同。而这次虽然 H1 已经被我改成了邪门歪道的气能，不过冷门的架构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价值。毕竟目前的水冷 ITS 都是牺牲 CPU 的高度来换来体积的缩小。如果你今天是坚持用气能，那这种100 mini 限高的 H1 的确是可以带来很多弹性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。对于这样子的配置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我是 Horace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